大家好，今日又嚟到英知多一啲嘅時間啦，我哋好開心可以請到榮大夫，佢嚟自中醫世家，行醫已經超過30年，亦都喺劍橋咧執業超過18年，為無數嘅病人咧解決好多健康嘅問題。咁今日咧，我哋就請榮大夫同我哋講解下，啱啱嚟到英國會遇到一啲咩水土不服嘅問題。其實一般的人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如果身體狀況不是太好的話，很容易出現一些，我們通常老百姓就說是水土不服啊，土裡長的這些植物都跟故鄉真的是不一樣的，甚至我們呼吸的這個空氣都跟故鄉不一樣，這個溫度啊、濕度啊，哈，所以有很多人他到了一個新的地方以後呢，就更容易出現一些這樣的問題啊，就是頭痛啊、失眠啊、腹瀉啊、腹痛啊，所以過去講就是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嘛，你是在那個地方的水土養育的你，那甚至於水的這個裡面的微量元素都是不一樣的，所以你就已經長期順應了那個環境，而且我們尤其是脾胃啊，因為這個脾胃呢，它就也像一個個體的生命一樣的，它是蠻有個性也蠻有慣性的啊。就是你通常我們不說我們喜歡吃媽媽的食物嗎？因為從小你就是順應了那樣的一種習慣，吃那樣的東西，我們的脾胃它也喜歡去消化吸收那樣的東西啊。那一下你換了不一樣的東西，有的人他本來就是一個挑食的人，那就更容易出現這方面的問題啊。再加上你看在不同的地方又面臨着很多的問題啊，那種其實有很多的精神壓力的，那種精神的壓力呢，因為情緒呢也會傷到脾胃，傷到脾胃時候那個感覺就是你吃了東西不對，實際上還有這個精神方面的東西啊在後面起作用，就更出現一些水土不服的情況，再一個失眠呀等等很多問題都會出現的，不是一個單一的症狀。喺眾多嘅病人裏面，有啲咩典型嘅病例可以分享一下呢？最近還真的是不少，尤其是香港最近有一批移民嘛啊，尤其是小孩子，因為他們本身呢，我們說小孩子臟腑嬌嫩啊，他的這個整個這個免疫系統還沒有建立起來，他的正氣是不足的，那麼他適應環境的能力就比較差嘛。像有一個小孩子比較典型，4歲的一個小女孩，她媽媽就說，她在香港的時候基本上不生病，什麼都能吃啊，整天快快樂樂的。但是到這邊來之後呢，就是經常會肚子疼啊、拉肚子啊、發燒啊，甚至於是嘔吐。這個症狀就說以前根本都沒有的，而且是反反复复的。後來我就給他稍微調理一下脾胃呢，也很快，就是幾天他就好了。但是過不了2星期呢，他又發了啊。那這就是說這個他這個脾胃的問題呢，就是還是比較嚴重的。另外他還有點發燒，有點咳嗽嘛。那我這一次呢，我就是給他一點中藥的情況下呢，我就教他這個媽媽怎麼樣去給他進行食療啊。因為食療是你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這樣讓他的這個慢慢的把他的脾胃啊，然後把他的肺啊就調理到正常的水平，這樣呢他就身體就會越來越好嘛，他就適應這個地方的水土了啊。所以他脾胃方面呢，我就跟他這麼說，因為他就是又是吐啊，又是肚子疼，他就不想吃東西嘛。那媽媽一看小孩子不吃東西，肯定也不敢給他吃，因為他會吐，知道吧？那我就告訴他，我說如果你遇到這種情況呢，你可以給他，還是要給他一點點食物的，因為你完全不給他的話，你讓他自己恢復，他這種自我恢復能力就會更差嘛，他這個病就會拖得很嚴重。我說你要給他一點點，比如說小米粥啊，或者是那個像山東米啊做的這個粥，它是對我們的脾胃呢有一定的養護作用，這樣它可以就是我們中醫師講是呵護你的胃氣，就說你的胃氣不能傷，如果你的胃氣傷了之後呢，你整個這個身體的機能就會下降，其實是保護它的胃功能啊，就是說給它補充了一些營養啊，還有水分啊，這樣它也不容易脫水嘛，因為這樣的營養它是很容易被吸收利用的，所以它反倒吃了這個東西它就不吐啊。我說你先給它這樣的一個容易
消化吸收的这个食物，然后呢，它脾胃好一点的时候呢，你再给它加一点点瘦肉，不要加肥的，因为它脾胃很弱的时候，对这个油脂的这个消化能力就会更弱一些。我说你把那个瘦肉啊，多的烂烂的啊，加一点进去啊，然后可以加一点点蔬菜啊，再一点点盐啊。小孩子他不喜欢太多的佐料嘛，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差不多就给他吃一点点的去增加啊，这样他可能他的脾胃呢慢慢他就会越来越好啊。那这样等到他能够吃正常的食物呢，你就可以给他正常的食物了。这样他有一点点小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通过食物就给他就修复了，他就不至于就是说这个问题变得很严重啊，就是最后你不看医生都不行啊。再一个就说你这个小孩子经常的会发烧啊、咳嗽呢，也是说明本身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肺呢，就是不是太强啊，不太强呢。当然，你一个弱的身体，我们说正气存内呢，就邪不可干嘛。那你身体很弱，当然你换了环境啊，很多东西你都不适应，那身体它就平衡不了，所以呢，它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在肺上面呢，也要给它一些养护。就说平时你比如说你就没有咳嗽、没有发热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那个给他，比如说给他炖一点银耳汤啊，还有这个梨子啊，加一点百合，还有像沙参啊，这样的它都是可以养胃阴啊，养肺阴啊，养肺阴啊，可以就是养肺气啊，哎，这样它的肺的这个功能呢，哎，就慢慢的强了，它就不容易就是发热呀、咳嗽了。再一个就是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因为精神的压力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孩子他刚刚来的时候呢，就是整天就是戴这个口罩啊，因为我们华人是比较注意保护的嘛。哎，等到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说你不用戴口罩了，都取掉。然后，所以他这个变化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知道吧？所以他一下子就等于是暴露在这个病毒的这个环境里面嘛。那些孩子们都那段时间非常严重，就是很多小孩子都是得了新冠，然后呢就传染给家长，很多家长就被传染了，就非常严重啊。那加上就说又是一些新的小朋友，他们又都不熟悉，所以那个孩子他也比较压力有点大嘛，就是说这样他抵抗能力会下降。我就说你就经常把他带出去玩一玩，让他放松啊，就说尤其是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如果是有阳光啊，风也不是很大的时候呢，哎，让他多在外面玩一下，就是吸收新鲜空氣，這樣他的抵抗能力也會增強，就是這樣調理。作為大人嚟講，初到貴境，好多嘢都發生好大嘅改變，我哋會喺生活或者係工作上邊遇到好多唔順心嘅事，咁我哋會唔會有可能患上抑鬱症呢？確實是有一些人真的是有抑鬱症，尤其是年輕人哈，因為年輕人呢，一般呢，就說他本身呢，就說他要像成人一樣去面對很多事情，處理很多事情，但是呢，另外他其實內心又有像孩子的一面，他就是很多事情他是不知道該怎麼去做的，可是他又要去面對嘛，所以再一個還有一個因素，就說年輕人他本來他的那個氣，就是我們中醫是講氣的嘛，就是五行啊，那個木氣啊，就是往上升的。他的這個木氣是很旺，他比較心高氣傲嘛。但是呢，他這個想要做的事情，他不能達成。那麼就是說，你這個氣本來要想往上走，可是最後被抑鬱住。就是抑鬱住了，它就上不去，就像一個樹，它要往上走，可是你不給它上面的空間，它上不去呢，那個樹可能會死掉，或者是它就長不了，就生病。就是年輕人，他就是這個我們的肝吶，這個肝呢就像木一樣的，跟木是對應的啊，就像樹木一樣，它有這樣類似特性，那麼它的肝氣就會鬱結。就肝氣鬱結呢，因為這個肝呢，它是主情志的嘛，那情志反過來又會影響到肝啊。一旦肝氣鬱結的時候呢，這個人就會出現很多問題。因為這個肝呢，它是就是一個它是跟我們的這個筋骨的這個筋吶，它是對應的。
就是所以它会出现一些筋骨方面，它就是会无力啊，所以它就使不出劲。然后呢，它又是跟我们的睡眠，它又是会跟我们睡眠有关系，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必须是就说阴阳交接，阴阳交接的时候哈，它才能够入睡，睡得很好。但是因为你这个肝气被郁住之后呢，那么上面的这个火和下面的这个水，它就不能够很好的就是就叫水火既济嘛，它不能水火既济，它又会影响到睡眠。然后呢，肝木呢，它又克脾土。它是克土的，那个脾土的就是脾胃，它的脾胃也会出现问题，就是说它很容易出现很多的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同时呢又有精神上的问题，这样一个双重的夹击，所以对年轻人来说的话，这种一种很大的变化对他们来說就是一個很容易就是精神上面出問題的。那麼這方面我們要特別的給他們予以關注。年輕人患上抑鬱症，我哋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呢？就是一個呢，我就覺得年輕人自己要有一些辦法去排解這個問題啊。就說比如說你一定要就是經常的，就是最好如果是天氣好的時候呢，你每天出去散步啊，或者是跑步啊，就是不要就說我不建議就說你到那個 gymnastic 去做那種練肌肉，那個呢它不能疏肝，它只是練你的肌肉啊。那你最好呢就是到戶外呼吸新鮮的空氣，在樹林裡面啊，或者是在海邊啊就做一些鍛鍊，這樣的話你在做那種運動的時候呢，你的氣是會往外發放的，知道吧？那你這個就是得有一個疏肝理氣的作用，你自己就把你的這個不順的這個氣呢就把它給排解了，這樣呢就得到一個很好的調適。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吃一些東西，就是有些食物也可以幫到你。那比如說忘憂草，忘憂草就是也叫金針菜啊，這個菜呢真的是可以幫你忘憂的啊。就是你知道金針菜嗎？就是也叫黃花菜哦，就是比如說瘦肉炒黃花呀，或者是用黃花煲湯啊，它真的是可以跟你疏肝理氣的啊。再還有百合。百合呢，就是可以，就說清肺熱呀，養肺陰啊，它對肺很好。但其實呢，它也可以幫忙，就是疏肝啊，就讓你心情愉快。百合嘛，我們說百合之好，就是中藥很多名字的，它就有那個內涵，它就有這個。所以就是我們有一些食物呢，也可以幫到我們。再一個就是說，我們也可以做一些穴位療法啊，比如說，你知道有的人生氣的時候，就是捶胸頓足啊，過去的人比較容易做這個動作，其實這個動作裡面蠻有科學性，就是說，因為這個捶胸，我們是捶這個心窩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是有個穴位叫膻中穴，這個膻中穴呢，它是心包的一個募穴，就是說心包經它本來就是一個令人快樂的一個經絡，這個經絡它的這個氣呢，就會在這裡聚集，然後散開。如果它聚在這裡不散開的時候呢，那個你這個地方你就覺得很悶。很多人他抑鬱的時候，他這個地方是很悶的，甚至嚴重以後會影響到心臟，有的人就會出現心悸啊，很多人這就是比較嚴重了，甚至晚上半夜的時候都會心悸。你就按摩這個穴位，或者是捶一捶，或者是從上往下這樣子去摸它，甚至你可以去找這個痛點，就是你可以這樣一個一個的挨着找，不一定是這個膻中穴這一個穴位，這一條的穴位可能有些地方都堵着了，因為它一旦堵住之後，它就會得很多病，影響到心啊、肺啊功能。就說心理的疾病呢，它會影響到生理，你就按哪裡有痛點，你就去按摩它啊。按摩個1-2分鐘都可以，你會有一點痛，有點刺痛，那是正常的，但是你可以承受。就這樣從上往下，你找穴位就差不多就這按啊。再一個呢，就是說你很憤怒的時候，憤怒啊，就是有的人真的是很憤怒，但是他又控制自己的情緒啊，但是這樣的一個控制也是會壓抑他，你不是真的釋放了這種情緒，所以你可以去按你的這個太衝穴在腳上啊，就是那個太衝穴去按摩。有時候我會建議，就是像學生啊，或者是工作人員，他工作的時候，你甚至於你坐在這個桌子這個地方的時候呢，你可以用你的腳的這個大指呢去按，比如說這是腳的話，這個就是太衝穴啊，你就用腳趾自己去按，偷偷的按也是很好的。就是說這樣可以讓不僅是讓你的情緒得到釋放，而且是把這個氣給它散掉。這樣的話人就不容易得病，是這樣子。